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巴菲特。有朋友问我对最近股神持有大量现金，或者是减持苹果，然后比特币或目前市场的一些看法，不太会讲这个，今天一样没有打草稿。当然，我的观点，比特币目前涨多了，可能还是在盘整。前2年朋友们一起做多的利润，目前还是坚定持有，因为美元对人民币估计还有一大波降息的行情。2023年的上涨只是美元加息的上涨行情。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数据因为有些朋友知道我原先是机构出身的，而且以前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计算一些公司的估值。买股票或者是买上市公司，肯定要看公司的估值那最近巴菲特减持苹果，或者是巴菲特持有大量的现金，有些朋友是担心是不是因为他对某一些宏观方面会有一些担心不过我们看一下这张数据其实目前伯克希尔持有的现金水平并不是很显眼现金占公司总资产的百分比几乎等于历史的均值15%左右，也就是绿色的这一条线所以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这是市场上面其中的一个观点，然后也是有找了其他的一些观点包括巴菲特这一次在股东大会上也是有称，由于估值有吸引力的交易或者是公司是非常的难寻找。那估值有吸引力的，其实还是因为那个利率利率在高的情况下，特别是某一些公司或者是有很好的一个复利效应，就算它有很大的一个现金流或者是产生的复利，你按现在的一个利率去进行一个折现，兑现出来的一个目前的现值或者是目前的一个估值，有可能有些公司的估值它会偏高。如果有学过金融理论的一些朋友，应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我的观点，有可能不一定是因为他在担心一些什么经济的原因，或者是就是因为估值太高，然后想找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估值低的公司是相对比较少所以有可能他才会持有大量的现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下方的这一个是美元指数对人民币的一个汇率的走势图，或者是最近比特币为什么不涨，感觉一直在盘整，主要的一个原因，很多朋友也是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最近是在下降特别是如果是一些忧伤的朋友，应该是感受最清楚最近的 USDT 是一直在跌。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美元指数对人民币的这个汇率走势图或者是为什么当时比特币2022年的这个 20K 到 15K 的底部，希望朋友们包括2023年比特币或者是上涨朦朦胧胧的时候，是天天在喊大家进场 all in 比特币，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美元指数对人民币它是有一个循环的周期。我们可以看一下2021年或者是这个美元指数对人民币的汇率，当时跌到低点的位置可以留意一下，也就是比特币当时的价格是在历史的高点位置，或者是 60K 69K 的高点，当时在这个位置就有预期有可能未来美国那边要开始加息。那么可以看一下美元指数对人民币，如果刚开始呈一个上升的走势，或者是我们看到比特币价格在高点的位置，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可以同样看一下2018年的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美元对人民币刚开始呈一个上升的走势，而且看到比特币在高点的位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4年的这个位置，在高点的位置看到美元指数对人民币刚开始呈一个上升的走势，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可能比特币下跌的时间它会跌1年或者是12个月的时间，这个位置跌了12个月到13个月。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8年熊市，比特币跌到2019年的底部，这个位置也是跌了12个月。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元指数对人民币，当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要去留意，有可能比特币下跌12个月到13个月的时间。如果再配合这一个美元指数对人民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2019年是底部，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23年或者是2022年，为什么这个位置是底部？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指数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或者是美国那边有可能预期后面会缓慢加息，或者是甚至未来会停止加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为什么比特币2023年上涨，就是因为美国那边一直加息，或者是很多大陆的资金，包括这个美元对人民币一直在上升的结构，很多资金从大陆流到海外，或者是换成美元，资金没地方去。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走势，2023年这就是因为美国那边加息，然后推动了一个比特币的上涨，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当时这个位置底部，比特币在这个位置触底，后面有一波上涨，就是因为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它是一直在涨的结构，或者是美国那边加息的上涨行情。或者是我们再来观察一下2015年比特币上涨牛市的行情，或者是在这个位置比特币在2015年的底部触底，可以看一下美元指数对人民币一直在呈上涨的结构，那就是推动比特币整个上涨的行情。或者是我们后面留意一下，当时在这个位置，或者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转折点，美元指数对人民币开始呈下跌的走势，后面的比特币会涨得更疯狂，相信山寨币有可能起点就是在这个画白色圈的位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过来人，大家回顾一下2020年当时山寨币疯狂牛市上涨的行情，我们可以看一下大约是在2020年的7月份或者是10月份以后，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为什么盘整，也是因为之前美元指数上升的一波走势推动比特币上涨以后，价格涨高了，它可能在整个区间里面盘整。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是在这个位置，美元指数有一个掉头的走势，就是美元指数对人民币是在下跌。为什么？因为当时疫情爆发，然后美国那边是把利率直接降到0啊，后面从这个位置开始，记得很清楚，只要这个下跌或者是美国降息，后面有更大的一波上涨的行情。所以目前的位置我们来观察一下，我的观点是这个画白色圈的位置会不会在这个区间也不确定，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一下整波历史是一直在复制历史上的走势啊，有可能现在上涨的空间高了，我的观点短期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盘整，因为现在一直有预期后面肯定会降息，只是不知道会在哪一天。但是我的观点一直很坚定，就是比特币的牛市还在，有可能目前是在盘整，后面只要降息或者是慢慢开始盘整到位结束以后，不排除只要这个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开始进一步呈现下跌的走势，比特币后面疯狂的牛市估计可能就要来了，或者是山寨币有可能也会开始疯狂。所以最近巴菲特那边是持有大量的现金，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只是因为利率太高，或者是按照目前的利率等同于一个折现率，对未来的一些公司的现金流折现出的一个限制，或者是公司的估值有可能就是过高，所以巴菲特找不到很多便宜的公司，或者是找不到低估的公司，而不是因为对什么经济会不会有一些影响，或者是有一些担心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日线的图表，或者是这个区间什么形态我感觉不重要啊，有可能目前还是在盘整。那盘整的形态里面其实有好多组多方抵抗的 K 线组合，跟2023年的12月份是很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2023年的12月份，当时其实盘整的区间里面也是有很多组多方抵抗的 K 线，拇指线多方的吞噬，或者是拇指线，或者是插入线、拇指线，它也是会挖坑，挖坑的低点也是会有一些多方抵抗的 K 线组合。那现在重心感觉还好，就是这个60K 没有跌破，当然就算跌破，我估计可能也不一定会跌得很深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多方抵抗的 K 线组是很多，一根下跌抵抗，下跌抵抗，下跌多方吞噬，下跌抵抗多方拇指线，或者是下跌多方拇指线，或者是下跌插入线，下跌拇指线，下跌多方吞噬，下跌昨天又开始多方的拇指线。那我的观点其实还是维持牛市的观点，这个位置不会是顶部啊，有可能盘整，或者是最坏的情况
他万一挖坑，你有资金的话也要防有没有可能挖坑。那不然我的观点，反正整体到位肯定是要继续上去。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